Hello， 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剑魔绝活哥的一个上单绝活上单兑现出装符文搭配情况。这里面其实这局的出装的话是按了这局的一个推荐来出。为什么会选择第一件做那个冰刃呢？冰刀这件装备虽然说被削了，就是它削了什么呢？削了那个你在减速期间内造成的伤害会获得额外攻击码，现在是没有了。像剑魔是没有太多的留人技能，它必须得命中率100%中的话，所以这里面你如果做了冰刃，它的技能命中的话一样可以留人，所以的话这样的话会更好打。就像之前我们有看到过做那个叫什么就是带那个冰川这件天赋的那个，就是造成那个控制强制控制以后就能触发那个符文效果嘛，就辅助装辅助一般出的那个。这里的话前期被他换血换到了，E技能吃的太多了。像一般你玩剑魔走出德玛的 E， 你就不要再回头了，不要打更多的伤害。这里拉回来，但没有 A 出来，自己卡了一手，往后拉了一下。看这里拉出来以后，但还是迟到了。但这里上去打一下刺死剑气，回一口血。这里的话出问题了，这里没有摁到 Q 闪。刚刚有一个细节就是快5级了嘛，直接 Q 冰，然后直接开大招上来，直接打一套，是压了对面等级的，这就是吃了个等级差。这里面的话辅助那个打野过来帮忙，但也被对面打野收掉了，比较可惜。1换1。像现在盖伦其实没有那么差劲哈，自从上个大版本增强以后，现在盖伦也算是如日中天，因为操作简单嘛，然后所以很多混子或者说就是有一些并不是很有天赋的一些玩家，是吧？他们也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去学习一个新英雄的话，就可以玩德玛这种英雄。像我昨天的话是有发德玛的，大家可以好好学习一下这里的话 Q 的话直接给到轻小兵，因为对面是很好的，你看没有？这里面就是德玛会利用他的 Q 的一个高动移速跟你进行一个拉扯，你就没办法去让你的 Q 的命中率变高，所以这里选择做冰刃。这里面也是一个点你打到减速以后，你的 Q 技能的命中率肯定是比你对方没有控制的状态下好很多的。像现在剑魔的 W 的话，因为前面的话你是只能说通过打消耗，现在伤害够了情况下，你利用你的 W 一定要等德玛，就是盖伦放完 Q 技能再去释放，
因为他释放完 Q 技能是有个移速，这个血量的话，在塔下强杀有点不好越。这里的话互换一下啊，对面也很稳，很冷静啊，不敢打。这里的话，打野过来了，那兵线又空了。啊，这打野有线的时候不敢过来，现在这里也逮到一个打野，那很舒服哦。被沉默了，没闪出来，不然可以闪现上去打一套。但这里血量是够的，可以直接一个 Q 闪。现在剑魔的话，数值还是猛的。现在又就是剑魔啊，然后鳄鱼还有谁啊？万豪、诺手这几个英雄又是登顶五虎啊，上单五虎，真的是太离谱了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铁男，铁男说实话就是纯机制怪啊，那另外一回事儿。哦，这里的话做了破败挺进者，破坏挺进者。哦，不对，叫挺进破坏者。哦，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像剑魔的话，就是有大招跟没大招是两个英雄，一定要利用自己有大招的时候去做事情。这里第二件的话是选择做3项，因为剑魔现版本需要的是移速，然后持续战斗能力。刚刚那里的话，对面不退，说明他的队友是在那里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乱上。这里直接开大面，找到对面的射手，队友已经过来了。那这个卡莎跑不掉了。哇，这卡莎这个大招挺能跑的呀。嘿嘿嘿。那这样的话，对面掉点，然后团的话就完全没必要说做团灭了，因为没有中立资源嘛。所以吃带线，然后去反对面野就够了。对，就是你带线，带完线，首先第一任务是带线，带完线以后，优势的情况下劣势再说。这里面发现对面的打野过来，停止去继续刷。哦，这里有大招的，对面打起来了吗？马上到，马上到。但好像山路在上路，不在的。这里逮到对面的打野，我去，太能跑了。这样打的话得互换人头了。那没关系，中路可以推2塔。
那2塔掉的话，中路1塔是有机会在第一条大龙的时候破掉的。如果说你的第一条大龙之前，你的对面高地对面的2塔、中路2塔，或者说其他2塔都没破掉的话，那个大龙时间是不太允许那个推到上路的，干嘛高地塔的？有人守塔的情况下哈，那么如果说对面都团灭了，那另外一回事。下一件的话，做死亡之舞。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死亡之舞的话也是坠棋进行了一个削弱，因为之前是那个存放32%的那个百分比嘛，但我怀疑这是不是设计师故意这样子的？那2点就是为了后面削的，就下个版本的时候削一手。这里的话逮到对面的机会。凶得很，开了大妹的那个剑魔，对面没有太多控制，所以这局的话没必要太多的那些。这里这个盖伦大宝剑就这么下来了，血淋淋的啊。时光老头还给了个大招，那看到没有？这种队友就是想赢比赛的，多舒服，玩的多好。要是不会玩的，我去，那大招都就只给射手双排的。这德玛大招准备也好了，但经济就是这种就是装备上面的一个差距。这里面留了一个挺进破坏者抢人头，因为上一波团战啊，一个人头没有入账，还纯打工的。这样这局拿着人头不够多的话，其实 KDA 会低很多。但这个水晶不好推，就是高地3路高地推掉是没问题的。但这个水晶的话，对面还有护盾，射手也还活着，所以一波是很难一波了。这里你看到没有？自从出了兵刃以后，对德玛就是盖伦进行一个减速，这样去打就舒服很多。这局的话是比较顺风局的，像这种情况就是3路塔都推掉，然后野区资源也全部没有了，只能去让对面主动找机会出来，或者说这边卖破绽给对面找机会打。然后这里用挺进者啊，又抢了个人头。这里的话尝试可以一波了，再拖的话也没必要拖下去了。对面掉了2个点，中路强行逼团。
盖伦的话也不回来，这里对面的佛耶哥玩的挺好的，但是就是队友不太行。准备开大，进塔了。然后直接找对面的射手闪现，哎呦！但是不给 A 回了口血，不给回血，哎，那这局的话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的收看，拜拜。